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年间，在杭州府临安县有一个石门村，这个村历史悠久，早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石门村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水，村落被群山包围着，还有各种苍松迎客。有诗云：茂林松竹引石门，碧水青潭抱古树。这里的村民挨家挨户都互相帮助，形成了非常良好的风俗习惯。他们都非常善良，做着各种营生，就算平日开玩笑挖苦一下对方，等到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又禁不住和对方分享。宋杰也是这个村的村民，他从小就喜欢读书，可是在他8岁的时候，父亲外出干活，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土匪，为了保护同行的人，他和土匪一起搏斗，最终同归于尽。虽然同行的工友得救了，可是他的父亲却因此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就这样，宋杰也中断了他的读书之路，再也没有钱去私塾上学了。但是大字还是认识几个，村里的老人家有什么不认识的字，都会来请教这个读过书的小伙子。宋杰虽然才8岁，可是父亲的死让他早早的就肩负起家里的重担。母亲孙氏给人缝缝补补挣2个钱，宋杰则是小小年纪就在炎炎烈日下吃力的插着秧，从田里回来还要在家门口砍柴，不然母亲一个弱女子根本不行。母亲看见儿子孝顺，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儿子，可宋杰暖心地安慰道：娘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我读书的时候，书本上说女子怀胎10月才生下孩子，是多么的辛苦。我是您的儿子，现在该是报答的时候了。我现在还小，等我长大一点，我就出去干活，挣钱给你过好日子。日子过得好快，宋杰一下子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可是家里的情况还是那么不如意。但是宋杰知道他不能放弃，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。孙氏也找了村里的很多媒婆，想给自己的儿子做媒，可是媒婆找了好几户人家的姑娘，都不愿意嫁过来，无非是嫌弃宋杰家里没钱，将来吃苦可怎么办？孙氏嘴上不说，可他的心里很难过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流泪，想到以后儿子要打光棍，老了没人照顾，他的心里总不是滋味。有一日，宋杰正在田里干活，孙氏的妹妹过来了，她对姐姐孙氏说道：姐姐，我儿子在村口镇上开了一个铺子，专门卖豆腐的，做点小生意，我看他一个人挺辛苦，你让宋杰过去帮他呗，两兄弟一起齐心协力挣钱，怎么样？我愿意，如果小姨不介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出发。没等孙氏的妹妹说完，宋杰刚好站在门口听见了，满口答应。其实宋杰早就想去镇上看看了，天天待在这个小村庄里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穿的没穿的，好歹他也是曾经读过书的人，再这样下去，大好的光阴都浪费掉了，一点见识也没有。去镇上好歹能接触陌生人，看看热闹。宋杰回来了呀，怎么晒得这么黑？那你去准备一下，我带你去表哥的铺子里，你们2个表兄弟在一起，我也放心一些。别看郭安是你表哥，可他的性格可没有你那么沉稳。小姨看见宋杰之后，开心地说道。孙氏思考了一会儿，对宋杰说道：儿呀，去了之后要好好帮表哥的忙，不能给人家添乱，听见了没？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。宋杰点了点头，答应了，接着就跟着小姨上路了。来到豆腐铺子，宋杰只见店里围了里3层外3层的人，他根本就看不到表哥郭安在哪里，就对小姨说道：小姨，表哥平时店里这么忙吗？生意真好呀。小姨摇了摇头说道：我也没见过这么多人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去看看。
小姨和宋杰拨开了一层又一层的人群，终于挤到了最前面。只见一位管家模样的人正在和郭安谈话。郭老板，您就帮帮忙吧，只要您答应帮忙，我们老爷说了，我们刘府以后所有的豆腐都在你家包了，而且另外给您10两银子。那位管家模样的人说道。刘管家，不是我不帮，这种事情不是随便开玩笑的，万一弄不好，我是要去见阎王的。我还这么年轻，连媳妇都还没有娶呢。郭安说道。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，但是宋杰觉得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铺子里的客人维护好，因为表哥只有一个人，这群人又围着他，导致很多买豆腐的客人被晾在了一边，所以铺子门口才会里3层外3层的围了人。宋杰当即去洗了个手，问了小姨豆腐的价钱，然后就站在铺子门口吆喝起来了。又白又新鲜的豆腐，大家不要急，一个个来，保证大家都能买到。在一阵阵的吆喝声中，只一个上午，豆腐已经卖光了，人群也都散去了。此时宋杰在小姨的帮助下，2个人把铺子给关了，可是那群人还是不肯走，他们站在铺子里苦苦哀求郭安答应。原来这个柳家是镇上数1数2的有钱人家，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一家人都是为所欲为，因此他们的儿子也养废了。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女子长得比较好看，硬要娶回家当老婆，可是这个女子已经是个有夫之妇，她和相公非常恩爱，即使柳家少爷给了很多聘礼，她也不愿意嫁过去。柳家少爷从小到大都被宠惯了，只要他想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，偏偏这个妇人不知好歹，一点都不识相。柳家少爷一气之下，去女子相公干活的地方大吵大闹。工头见他得罪了柳家公子，就把他解雇了，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来源。女子的相公郁郁寡欢，生了重病死了。柳家少爷以为妇人的丈夫死了就可以迎娶她过门了，哪知道在花轿去接的那一天，那女子拿着剪刀坐在轿子里，尾随丈夫而去。柳家少爷娶到的只是一具尸体而已，那对夫妻就这样被柳家少爷活活折磨而死。他们的家人气不过，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报了官，希望可以对柳家少爷进行严惩。柳家的人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只手遮天，于是拿钱去贿赂张县令。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张县令是个正直的好官。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，在得知此事后，因为柳家少爷草菅人命，就判了他死罪。柳家人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终于为自己多年的嚣张跋扈付出了代价。老百姓们都拍手叫好。今天是柳家公子的头七，刘老爷听信一些传说，怕自己的儿子会回魂，不得安息，就想叫郭安去帮忙守夜。为什么是素不相识的郭安呢？因为郭安是个卖豆腐的，民间早有传说叫做骗鬼吃豆腐。刘老爷怕一般人压不住自己儿子的魂魄，如果是郭安的话，就能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拿出豆腐，哄骗柳家公子的魂魄吃下，让他安心离开。刘老爷发话了，叫下人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要请来郭安，钱的话好商量。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一幕。小姨见状，对着郭安说道：“儿子，你就答应吧。”说罢，还推了推郭安的背部。可是娘，我……郭安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小姨堵了回去。各位管家，明天一定到，一定到。娘，你为什么要帮我答应下来？这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此人呀，万一我出事情了，可怎么办？郭安生气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就算发生什么，那魂魄也伤不到你半分。明天你弟弟帮你看着铺子，你只管去柳家好了。这柳家在镇上可是高门大户，不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可以随便得罪的。你这豆腐摊的生意要是还想做，只能答应，没有别的办法。”小姨也是无奈地说道。听自己的娘这么一说，
郭安才注意到宋杰来了，忙打招呼：“弟弟你来了，刚刚真是被那些人烦死了，还好有你帮忙，不然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宋杰一拍胸脯说道：“放心吧，弟弟什么时候叫哥哥失望过？他们兄弟俩因为半夜还要起来做豆腐，所以就睡在铺子后面的房间里。宋杰是个勤劳又好学的人，哥哥几点起床，他也跟着几点起床，然后跟在哥哥后面学做豆腐。做完豆腐，郭安对宋杰说：“弟弟，我先去刘府了，今天还麻烦你帮我看着铺子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昨天刚刚过来，都还没来得及上手，就要你独当一面了。两兄弟之间客气什么？”宋杰说道。就在郭安要出门时，又急急忙忙跑回来。宋杰问：“哥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好像吃坏肚子了。说着就跑向茅房。过了一会儿，郭安从茅房出来了。宋杰问他好点了吗？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又往茅房跑了。宋杰看着郭安跑动的背影，算了一下，这一早上已经上了5趟茅房了，今天这刘府还去得成吗？由于郭安做豆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他做的豆腐在附近都已经出名了，又便宜又好吃，所以每天早上生意都特别好，不一会儿就卖完了。宋杰把铺子的大门关了，只留了一个小门方便哥哥进出。可是哥哥从茅房出来就两腿发软，已经走不动路了。他瘫坐在椅子上，痛苦地叫喊着，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颊往下不停地滴着。宋杰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哥，你这样子还怎么去刘府？我帮你去吧，我现在让隔壁的李大叔帮你去找大夫，你好好休息吧。”宋杰出发的时候，郭安挣扎着爬起来，取下手上的一个手镯，这手镯是用柳条编织的，然后对宋杰说：“弟弟，这个柳条是我娘昨天给我的，她之所以帮我答应下来，就是因为有这根柳条，你带着，万一发生什么，可保你一帆风顺。”来到刘府，在门口迎接的管家看了一眼宋杰，问道：“郭老板呢？他怎么没有来？”“他今天生病了，我也是豆腐铺的伙计，我是他弟弟，我带他来。”宋杰说道。“行吧行吧，反正是做豆腐的就行了，我先带你到房间休息一下，现在还没有天黑，等吃了晚饭，你就直接到灵堂坐着吧，今晚只有你一个人。”管家没好气地说道。宋杰本来就挺害怕的，没想到管家的态度还那么差。一进刘府，他就能够感受到一股阴森森的风向他吹来，如果可以，他现在就想走，可偏偏晚上还要守夜。更加令他崩溃的是没有人陪他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的内心很彷徨。来到休息的房间，管家对他说：“桌上的是午饭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在这里睡一会儿吧，到了晚上我们会有人送晚饭过来，你吃了过后就自己一个人去灵堂吧，穿过走廊就是了，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个。”宋杰点了点头之后，管家就出去了。可是让他想不通的是，管家出去的时候还把门从外面反锁了，宋杰怎么推都没有用，他只好吃了午饭就往床上躺了。反正今天早上起太早，他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等他醒来，已经是晚上了。他发现晚饭早已放在桌子上了。宋杰吃了晚饭后就出门了。宋杰沿着走廊往灵堂的方向走去，他很奇怪刘府的下人怎么一个都没有，全都不见了。他此时更加害怕了。到了灵堂门口，只见周围摆满了镇上的达官贵人送来的一些挽联还有花，而灵堂内一个大大的卞字映入了他的眼帘。宋杰围着棺材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他的脑袋又充满了好奇。他心想，我记得我爹当年死的时候，那个棺材可比这个小多了，果然是大户人家，棺材都比我们这些普通人家要大很多。按照这个尺寸和比例，这个棺材起码可以躺2个人呢。由于害怕，宋杰就不往棺材里面瞅了，
他双手合十拜了3下之后，赶紧退出灵堂，找了张凳子，在外面的院子坐着，想着过一晚就回去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到了半夜，宋杰坐在凳子上打盹的时候，被一阵打更声惊醒了。他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忽然有了尿意，想上茅房，但是他环顾四周，没有一个人，觉得很诡异，于是就自己摸索着去找茅房。可惜的是，他找了一圈，都没有找到茅房的位置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恍惚之中，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院子里，这个院子好像开满了花，因为在黑漆漆的夜里，宋杰还是能闻得到花香。他灵机一动，不然就在这个草地上尿了吧，反正也是肥料，还能让这花草长得更快也说不定。于是他就掏出工具，站在草地旁边开始小解一番，脸上则露出了惬意的表情。当他尿完的时候，还抖了2下，一滴不剩地穿上了自己的裤子。当然这期间他也是害怕的，时不时环顾四周，他怕有人发现他找不到茅房乱尿的话，这脸可就丢大了。就在他穿好裤子准备走的时候，发现一朵花在夜里发出了夜光。宋杰低头一看，惊奇地发现，这不是昙花吗？这花只在夜里开，可现在他看到的这朵昙花不仅在夜里开花，还会发光。他觉得好神奇。宋杰想，该不会是刚刚我给他浇了一点肥料，它开始绽放了吧？听说昙花开花只在一瞬间，能看到昙花开花的人是很幸运的，因此有一个词语就叫昙花一现。为了能看到这幸运的一幕，宋杰蹲了下来，一直盯着这朵昙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昙花慢慢地张开了它的花瓣。就在宋杰眨眼瞬间，昙花的夜光和花瓣就都掉落了。宋杰觉得自己太幸运了，虽然一个人守着一具尸体，可眼下让他看到了昙花一现的美景，他也知足了。正当他踏过草地旁边的小路准备回灵堂的时候，却被一个人绊倒了，还是个姑娘。对方哎呦了一声，宋杰赶紧从腰间拿出火折子吹了2口，点亮小火，关切地问道：姑娘没事吧？天太黑了，在下没有看清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是刘府的丫鬟吗？我的确是刘府的丫鬟，我是半夜起来上茅房的，我也是太黑了看不见路才摔倒了，公子莫怪。女子的声音娇滴滴的，让人听了很想保护。那你的腿是否受伤了？没有大碍吧？我还要去守夜，可能和姑娘不是一个方向，姑娘要小心啊。宋杰关心地问道。不行呀公子，我的脚好像扭到了，你可否送我到房间？我都站不起来了。呜呜呜，说着还哭了起来。上来吧，只不过刘府太大了，姑娘要给我指路。宋杰蹲下身子，示意要背对方。宋杰背着姑娘来到了一个小木屋，这个屋子一进来就散发着一股霉味，宋杰差点吐了。于是他赶紧说道：姑娘，既然我已经背你回来了，你就好好休息吧，我还要守夜，先走了。哪知姑娘又哭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们都讨厌我，我下午刚刚被老管家责罚，现在你又要抛下我去别的地方。虽然姑娘哭得梨花带雨，可宋杰一看姑娘的长相和邻家小妹妹一样，还是有点怜香惜玉，便说道：姑娘，我是刘老爷请来守夜的，如果姑娘难受的话，我改日再来看姑娘吧。要是耽误了守夜，刘老爷肯定要发火了。他刚刚失去儿子，不能随便动怒，对身体不好。姑娘擦了擦泪水，脱掉了自己的外套，露出香肩，说道：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你今天就来好好看看我吧，不然以后找不到我，你可怎么办？宋杰闭上了眼睛说道：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非君子所为，姑娘请自重，我先走了。想走哪有这么容易？你都看过我的身子了，你还想走？如今你非娶我不可。女子恶狠狠地说道。
勉强是没有幸福的，你又何必执着？我可没有睁开眼睛，姑娘有没有被我看过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宋杰朝门外走去，谁知姑娘依然不依不饶，拦住了门，说道：谁说你现在看了？刚刚你明明把我的身子看得一清二楚，我的清白都没有了，你要负责。宋杰更加冤枉了，他简直是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。姑娘见宋杰沉默不语，继续说道：你怕是忘了刚刚一直盯着那株发光的昙花吧？我都是在夜里偷偷开的，没想到今天晚上被你看光了。你说说看，你要不要负责？你是昙花，难怪长得那么好看。可是姑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宋杰继续为自己辩解道：你说你不是故意的，可偏偏我已经被你看光了。君子有成就他人之美，不如现在我们就洞房吧。说完就恶狠狠地扑向宋杰。宋杰害怕地用手一挡，那手上用柳条做的镯子发出了一道光，把姑娘给弹飞出去。这下宋杰终于见识到手镯的厉害了，他看清了眼前是个妖，打算要走了，可姑娘却跪了下来，哭着说道：这位公子，我不是有意冒犯，我实在是逼不得已，我也是被刘老爷和他的儿子所害，我刚刚只是要试探一下你的为人，没想到你是正人君子，请你救救我。宋杰眉头一皱，觉得此事不简单，他一定要知道来龙去脉，就请姑娘讲述了一番。姑娘见终于有人听她讲述遭遇了，便梨花带雨地告诉宋杰，原来她原本是一个村庄普通的农家女，名字叫巧儿。由于家里太穷了，还有个弟弟，她的父母就打算把她卖给有钱人家做丫鬟。刚巧这时候刘老爷路过，看上了她，就把她买了。巧儿原本以为她是要来刘府做丫鬟的，可没想到她刚进刘府的大门，就被刘老爷派人打晕了，五花大绑起来。这时巧儿才知道柳家少爷刚死，刘老爷是要买她回来给儿子配冥婚的，他还没有死，只不过他现在被绑起来，嘴上塞了麻布，和柳家少爷的尸体一起躺在棺材里。后院的花仙们看不下去了，就把巧儿的魂魄暂时先抽出来，寄附在昙花上，并且告诉巧儿，如果这几天遇上有缘人的话，可能他还有一线生机，如果遇不上就没有办法了，一切都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而这个有缘人要是个正人君子，不能贪财也不能色，所以巧儿才会在遇到宋杰的时候用自己的美色进行试探。柳家少爷生前就嚣张跋扈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厉鬼，整个柳家都被他布了结界，一般人进来就会感觉冷飕飕的，而巧儿更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飞不出柳家这个牢笼。说完，巧儿又哭得泣不成声，拼命地给宋杰磕头，请求他的原谅，还请他救救自己。宋杰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刚刚在灵堂看见的那口棺材特别大，原来真的装了2个人。如若真的如此，那刘老爷不就是草菅人命吗？巧儿姑娘，如何可以救你？在下一定万死不辞。宋杰说道，只要打败柳家少爷就可以了，可是他现在变成了厉鬼，我怕你一个凡人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也是几次死里逃生，怕他找到我，而且我根本逃不出刘府。巧儿害怕地说道，杰，我的新娘，原来你在这里，还不快过来跟我一起入洞房。一阵刺耳的声音从屋外传来，公子快走，柳少爷来了，有危险。巧儿说道。宋杰拿开巧儿的手，心中没有一丝害怕的模样，从屋里走了出去，对着天空喊道，柳少爷，你生前就作恶多端，死了还要害人，你就不怕投不了胎吗？投胎哪能娶这么个好看的美娇娘？我以为生前看上的美妇人是个绝色，哪知道我死后我爹给我找的这个更美，我为什么要去投胎？只见天空中飘着一个魂魄，
像一个纸片人一样，没有双脚，可嘴上却一直说个不停。宋杰对巧儿说：“你先不要出来。”然后关上了门，准备单独会会柳家公子的魂魄。柳家公子用手一挥，一阵阴风袭来，被关上的门又吱呀一声被吹开了，然后得意地说道：“你能防得住我吗？我现在可是法力无边，整个柳府都被我控制，你一个卖豆腐的还想守住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”接着柳家公子的手上窜出了火苗，飞向宋杰。宋杰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抬手的时候看见了自己的手镯，就赶紧伸手去接火苗，还真有用。只见手镯闪出一道光，浇灭了柳家公子手上的火苗，还害得他摔倒在了地上。可这也无法阻止柳家公子迅速从地上爬起来，再次对他进行攻击。柳家公子的戾气真的很重，一直喊打喊杀，是要把妨碍他的人清除干净。就在他张嘴的时候，宋杰从怀里掏出一块豆腐，塞在了柳家公子的嘴里。这一举动使得柳家公子定在了那里，像个僵尸一样动弹不得。宋杰赶紧拉起巧儿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们快逃，我手上没有符，这块豆腐只能压他一会儿。”他们两个刚刚出了屋子，往大门口跑，可是巧儿一碰到大门就被弹了回来。她哭着说：“你看我说没有用吧，我都试了好几次，根本逃不掉。”柳家公子早已挣脱了那块豆腐，从天上飞了过来，他的嘴用力一吸，周围笼罩着的黑气全部从四面八方飞过来，钻入他的体内，接着就朝宋杰和巧儿吹了过去。一团黑火在空中蔓延，宋杰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哪知出现了两道金光，将黑火吞噬掉了。宋杰定睛一看，是一男一女。只见女的开口道：“姓柳的，你害我们夫妻还不够，又要为非作歹了是吗？今天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结，原来是你呀！今天我连你也娶了，在阳间做不成夫妻，现在做我的鬼新娘也不错。”说完又要口吐黑火了。这时一道铁链从柳家公子的背后袭来，将他捆住。他回头一看，是黑白无常。只见黑无常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你小子这几天布下结界，隐藏了自己的气息，让我们好找。跟我走，你作恶多端，送你去18层地府烧上几千年也不为过。”接着就消失了。那对夫妻也谢过宋杰，并说道：“阎王可怜我们，让我们来世再做夫妻，只不过我们大仇未报，心里始终放心不下，现在可以安心的走了。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姑娘呀，快去救她吧。”说完也消失了。宋杰这才想起来巧儿还在棺材里，他赶紧去灵堂把棺材板掀了。巧儿化成了一道光，钻进了自己的肉体。可此时天已经亮了，刘老爷带着家丁赶到，看见自己儿子的棺材板被宋杰掀了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敢对我儿子无礼？给我抓住他！”刘老爷一声令下，大门却被踢开了，进来了一群官差。宋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给官差，接着柳家上下都被拉到县衙审问。原来宋杰的小姨早就猜到事有蹊跷，等郭安稍微舒服点了，就叫他把此事报告给张县令。张县令平时对柳员外的名声多多少少有些了解，就派人来查看一番，果然被他带到了。由于柳家的下人只是听命行事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每人打了30大板就被放回来了。而刘老爷这几年一直欺压百姓，挣的都是不干净的钱，为了儿子配冥婚还草菅人命，不仅被判死罪，就连钱财都充了公。宋杰救了巧儿，巧儿无以为报，愿意以身相许。后来两人成亲，婚后生活幸福，生了一男一女，两人一起孝顺母亲，一时之间传为佳话。做人一定要保持善良，才能有好报。宋杰看见表哥生病，主动替他去守夜，
在困难面前没有抛弃巧儿，而是勇敢的相救，才促成了自己的一段佳话，这就是福报。反观刘老爷，不仅教子无方，还草菅人命，把活人配了冥婚。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的恶行终究由自己买单。善良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底线，请保持善良，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